朋友们，你敢相信吗？一条马路之隔，实拍河南省和湖北省的农村，竟然差别如此之大。没有视频真的无法相信，无法想象。我现在在这边看到很多人在种菜，这边的房子都是2层的小别野，前面那边是高楼、小区、电梯房，真的。2个省的交界处居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，都是在农村，不知道那边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。现在乡村振兴越来越好了，家家户户都有那种，比如说就是那种太阳能的热水器、空调什么都有。我刚还在这边看到有一家门口停了一辆小车，就在前面，等会大家看一看什么牌子的车，看看这边的农村的朋友开啥车。刚刚说的空调还一家装了2、3个呢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是以前的老房子，在农村生活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样老房子是上世纪70、80年的老房子，在河南那边很普遍，特别是河南的一些就是比较偏远的一些村落里面都这样的房子。但这边的房子呢就很像湖南湖北的房子。那大家现在猜到了没？马路那边是河南还是马路这边是河南？哪里是湖北，哪里是河南？种菜的这边是湖南还是河南还是湖北？你们来说一说，等会儿跟大家揭晓一下吧。我们先只看好吗？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。回一趟老家不容易，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看吧。这边的房子是不是很漂亮？你是愿意住这种独栋别墅、双层的小洋房？下面100多平、200多平，上下一起400、500平，有空调，有热水器，有微波炉，有洗衣机，有有线电视，有宽带，有 WiFi， 啥都有，应有尽有。骑个电动车就可去镇里面，要啥有啥，甚至还可以点外卖，因为现在外卖在农村也很普及。购物网购也更方便。这边种的是什么菜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电线啊，都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方式啊。前面那边呢是小区，小区就不用多介绍了吧，里面有那种电梯，有幼儿园，啥都有，还有超市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菜园里面种了好多菜啊。说实话，我更愿意选择这里生活，不愿意选择那边小区。第一个，如果大家要上班的话，是不是要去忙活的话，那个电梯啊，上下来是很挤的，经常性的要等很久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这就是小区里面要交物业费，这边啥也不用交，自给自足，也不用交什么管理费、燃气费。这边呢还可以烧柴火呢，也可以到镇里面去进煤气。这边有小车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现在看到这里，跟大家揭晓一下吧。我现在脚下刚刚经过的这一段路就是湖北的农村，很多都说我在骗人，说这边是河南，湖北的发展要好点，但确确实实这边就是湖北。河南的发展呢，确实是越来越好了。很多印象里面，河南呢经济要落后一点，但是呢那边可能是要搞开发的原因吧，所以就修了很多那种小区。以前的时候啊，那边也是那种2层的房子，或者是1层的那种老砖瓦房。现在那边都修好了，那边矮一点的就是楼梯房。看到没有？湖北这边呢，这边的村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然后现在到了这大马路上面来了，看到马路这边的房子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大上。没想到河南居然发展的这么好了。你说这边的马路是一人出1半钱呢，还是谁来出呢？然后这边会不会有亲戚呢？或者是跨省联姻呢？比如说跨省走亲戚啊，过条马路就到了亲戚啊，很方便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啊，虽然说这边已经修起了高楼，但是还是能看到这个小区外面还修了很多的菜啊，种了很多的菜。然后这边的树啊，也是环境比较好，绿化搞得也比较规划的比较好。不知道你们更愿意住哪里呢？看看那边的湖北的房子啊，然后再看到这边的河南这边的房子，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。我说了吧，这边还是种了菜，还是改不掉这个习惯，毕竟种这个菜啊，能够自给自足，何乐不为呢？免得去菜市场花钱买嘛。你们愿意住这样的高楼大厦，还是愿意住这样的小房？